本冲绳的行程一共分为6集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搭单轨带大家去租机车。这一次我们选的店家位在旭桥站附近，要搭往那霸机场的方向，只要3站就会到了。抵达旭桥站，出站之后向左边走，穿过这个长长的天桥，走下楼梯之后，只要一直走，不到5分钟就会到了，非常近。前面的右手边就是这一次租机车的店家。租车需要准备的东西有护照正本、台湾驾照正本，还有驾照日文译本。怎么预约的相关资讯影片，我放在右上角的资讯卡给大家参考。一些文件签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来挑选安全帽。店内的车款超多，但你还是要依照驾照的登机来看看自己可以租哪一种车型哦。在交车之前，服务人员会很仔细的介绍功能，确认都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出发了。我这边整理了一些在冲绳骑机车的注意事项，大家也要记得多留意哦。第5集的行程要跟大家介绍浮潜，还有沙滩以及购物中心。接下来都是以骑机车的方式移动。第一个行程，我们要到恩纳村浮潜，车程大约是1个小时又12分钟。我们这一次选择的店家是 Seven Oceans Club， 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官网去预约，里面有中文界面，是除了浮潜之外，你还可以潜水或是海底漫步等等的活动，都是可以看到海底珊瑚礁跟鱼群的哦。会先在店面集合，换好装备，也会有中文的教练进行简单的指导，之后就要走来搭船，准备出发浮潜的地点。原本这一次浮潜的地点是在青之洞窟，但是因为海象不佳，所以就被改去别的安全海域。上船之前会先发装备，浮潜的装备比较简单，会给每人一个泳镜、呼吸管跟蛙鞋。接着就要准备出发啦，大约会坐船5到10分钟左右，才会抵达要浮潜的海域。过程中都会有教练带着，准备好就可以往下去看海底世界了。如果你是想要记录，店家也会提供 GoPro 租借的服务。这里会看到很多热带鱼，还有丰富的珊瑚礁地形。在这里还看到小丑鱼。整个浮潜活动大约2个小时，包括了换装啊、行前说明等等。实际上在水上浮潜大约40到60分钟左右。冲绳群岛周围都是温暖的海水，有着很丰富的珊瑚礁，尤其是在恩纳村这边，更是有着珊瑚村的美名。珊瑚礁也是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之一。而冲绳是离岸几公尺就有珊瑚礁了，拥有非常得天独厚的地形。然后这些珊瑚礁有时候长得就像一般的岩石，但其实是为一些海洋生物提供食物，或是当作家的地方。原本在水族馆水槽里面才看得到的鱼群，直接就可以超近距离看到了。然后这个浮潜活动是只要满5岁就可以参加，也有遇到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。如果你是不会游泳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一样可以来体验浮潜。突然，教练就从水底抓了一只海参，超级大一只，这个摸起来的表面滑滑的，触感软软的。珊瑚礁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存活，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珊瑚，都是非常珍贵的。回到船边，这一次的浮潜也就结束啦。坐船回到店里，准备前往下一站。接下来我们要骑车35分钟左右，会抵达伊野湾 Convention City。这里是有2层楼的大型复合式购物中心，里面有超市、美食街跟一些商店。一进来是爱电王，是卖了很多电器的连锁店。
左边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，主要的商品是严选的咖啡豆，在台湾有一些分店。右手边卖的是手机跟3C 的店家，旁边是超市，有蔬果跟食品。3一冰淇淋主打随时都提供31种口味的冰淇淋，很多当地人都会来到这边超市采买日常所需。接下来前往2楼，这里有从大人到小孩的服饰特卖，都有5折到7折的优惠，也有其他生活杂货、日用品。前面大阪王酱有日式料理，这一间是一些西式简餐，这里是咖啡厅，有三明治啊、意大利面、沙拉等等。ABC Mart 有很多品牌丰富的球鞋，旁边有包包跟服饰。走到底有扭蛋跟夹娃娃机，这里有一些游戏机台跟投币式的游乐设施，超多小物的夹娃娃机。这边都是当地的服饰品牌。2楼的话有一间松本清，你可以买到一些药妆或是日用品。在购物中心车程3分钟的地方，有一个 Tropical Beach， 停好车，从楼梯走上来，这边是一个海滩的休息区，设置了好几个有天幕帐篷的桌椅。在每年的4月，这里也是冲绳最大的烟火秀琉球海盐祭的举办地。会来这边的人大多都是附近的居民，他们会在刚刚有帐篷的桌椅那边开沙滩 party， 一起 BBQ 烤肉或是畅饮啤酒。这边也有洗脚池、更衣室、淋浴间、置物柜等等，还有商店 Tropical House， 有租借、贩售海滩用品，跟提供热狗、冰淇淋、饮料等等的轻食。这个海滩虽然不大，但人潮也比较少，更能好好享受海水浴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，也欢迎留言分享影片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还有最重要的旅伴。接下来骑车15分钟左右，会抵达港川外人住宅。这里是一个由旧美军宿舍改建而成的购物街，聚集了大概有60间店家，都是一间一间的小房子。房子都有五彩缤纷的颜色，所以也是拍照打卡的热门地点。这里有轻食、咖啡，还有手作艺品、文创小物。这间有调制的香水、香氛，玻璃、陶瓷的碗盘跟杯子，有生啤酒、面包的日本和食店。美式拼盘、起司焗烤跟冰淇淋饮料。这间是充满亚洲风情的咖啡小店。隔壁的话是杂货选物店，这里也是咖啡店，另外有夏季限定的刨冰，都是用当季的新鲜水果。这间有杂货跟精选的陶器、琉球玻璃制品。冲绳第一家黑糖可丽露专卖店，是使用多良间岛的黑糖，搭配了当地食材，创造了10种口味。这是咖啡公司的直营咖啡馆，店内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咖啡豆，有卖意式料理的咖啡店。这间专卖用甘蔗当原料制作的牛仔布商品。这一间主要是提供露营车租借的服务，还有卖一些户外活动用品啊、小礼品。店内有香氛精油、喷雾跟蜡烛，还有服饰等等。外面的话就有展示露营车。接下来我们骑车12分钟，我们要前往 Parco City。停车场旁边的入口是爱电王，专卖是各种电器、家电用品。我们往2楼上去，这里有 H&M， 还有其他的品牌服饰。这里有饰品跟时尚品牌 Armani。左手边有鞋款，另一边有卖很多款式的包包。
这个是综合的美妆护肤保养品店。另一边有轻奢品牌的包包。Parco City 这一间一共有3层楼，是冲绳的大型购物中心之一。广场中间有市集，非常多丰富的摊位，百货里面的品牌也超多，很好逛。左右两边都是卖服饰的店家，有一些日系品牌的休闲服饰。这一间是日本的运动用品店，很多商品都在打折，价格很优惠。这间的服饰是比较年轻潮流的款式，前面有各式各样的帽子，隔壁有枕头专卖店，中间有很多像这种日本的小学生书包，是经过设计的，有很多特殊的功能，每一颗的价格都要5到6万日元以上。前面有杂货商品，像是一些文具、日用品，这里是一些女装、童装，还有卡通图案的袜子、女性内衣裤。右手边是一间美容选品店，有精心挑选来自各品牌的商品。对面的店家也有卖冲绳纪念 T 恤，还有其他的休闲服饰。这是有三明治啊、简餐的咖啡厅。再来，我们要前往3楼。一上来，右手边就是巷子共和国，专卖吉普力电影的周边商品。隔壁是现在超有名的基伊卡哇冲绳店，有很多限定商品。这间有很多动漫周边跟公仔，还有钢弹模型等等。旁边是乐高专卖店，有超多的乐高积木跟玩具。这里是童装，是以女童的服饰为主。往前的话有一些餐厅，这一间是回转寿司。Panda Express 是来自美国的连锁中式素食，创办人还是来自台湾的。Beef Rush 是牛排吃到饱，你还可以自己制作墨西哥卷饼、松饼。这间专卖披萨跟意式料理。杂志专卖店，另外也有卖音乐跟专辑。前面有室内游戏室，是提供了20多种玩具跟设施的儿童游戏场。有收费制的室内活动空间，还有一些投币式的游乐设施。对面还有夹娃娃机跟游戏机台，机台的数量超多，商品种类也是非常丰富。这里有拍贴机跟 VR 体验，还有电影院。这间是 ABC Mart Grand Stage， 是在冲绳最大的分店，可以找到很多潮流鞋款、运动品牌服饰。左手边这间也是专卖运动服饰，旁边这间有很多尺寸造型的蓝骨头。这里是早午餐店，也有舒芙蕾。这个品牌有复古元素的服饰跟包包。这间是一间杂货选物店，有很多知名 IP、动漫、卡通人物的周边商品，也有哈利波特、复仇者联盟等等的电影的东西，蛮推荐大家可以进去这一间店挖宝。这里有很多乐器、音乐专辑。Wigo 有年轻潮流服饰，价格也不会太高，有一些很好入手的衣服款式。这边有很多扭蛋机台店。对面是体操教室跟女性内睡衣的专卖店，旁边有便利商店 Lawson， 前面的无印良品也是冲绳最大的分店，生活杂货啊、服饰、食品通通都有。Jeans 是眼镜专卖店。来日本必逛的 Uniqlo 在这边也有很大间的分店。这是日系的休闲品牌，有男女装、童装。这边我就带大家看完了 Parco City 里面主要的店家。在这边逛街的话，建议可以安排2到3个小时。如果你有更想逛的品牌，你就可以多留一些时间。
下一集是冲绳系列的最终集，最后介绍壮观的必去景点给大家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，继续追踪后面的丰富内容哦。